眼前这座内藏精美木作的建筑，便是位于山西省晋城市灵川县的西溪二仙庙。此庙始建于北宋年间，后来在金代进行了大规模扩建，明清时期也各有修缮。如今西溪二仙庙内仍有3座金代建筑遗存，分别是后殿、西梳妆楼以及东梳妆楼。庙里的二仙是姐妹2人，每人一座梳妆楼也很合理。它拥有这么多的文物遗存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与此同时，它也是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取景地之一。我们在第1章苍狼林打坐点打坐的时候，能看到远方有个院落，它和西溪二仙庙的建筑格局很接近。而且游客2021年的取景花絮视频里也明确提到，在西溪二仙庙取过景，这个取景地是可以实锤的。所以本期视频也是我黑神话悟空巡礼系列的第38期，各位可以在我的主页找到黑神话悟空的节目合集，从而观看系列内的其他内容。因为这边的看点非常丰富，所以这边是我们晋东南之旅的重要目的地之一。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晋城灵川的西溪二仙庙。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们是2024年10月自驾过去的，停车场有的是地方。下车之后要先穿过西溪二仙庙的牌楼，越过牌楼之后，我们沿着楼梯一路往下走，就来到了西溪二仙庙的入口。我们在这边还见到了著名的网红小狗，好多人来这儿拍建筑时也会顺便投喂一下它。如今的西溪二仙庙是免费对外开放的，而且重要的店全都开门了，想看的朋友记得及早去。现在我们的旅途正式开始。入口这座空荡荡的建筑是一座面阔3间的清代建筑，其屋顶为断檐升降口结构，下层是西溪二仙庙的山门，门的上边还有4个门簪，其上层则是5楼。想来在古代，这也是一个以歌舞娱神的场所。山门的2侧则是掖门楼，同样也是面阔3间，它和山门一样，同是清康熙年间的建筑。山门的廊下有一块1962年的古碑，墙上还有一块明万历年间的黑色小碑。现在我们穿过入口，走进院落，这边是免费参观的，无需买票。内部有一块写着大蒙古国的元代碑，有明洪武年间的重修二仙庙碑，它旁边是清雍正年间的重修碑，对面还有几块明清碑，不一一列举了。第一进院落的右手边是一个文创店，满屋子都是黑神话悟空系列商品，最远处就是游戏里的那个打坐点，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，很多人都扒出了这个取景地。然后我们来看一进院落的正殿，从正面看，你能看出它是面阔3间的卷棚顶大房子，而且它前边的柱子还是石头柱子。但如果切换成航拍视角，你就会发现，这其实是一座勾连搭结构的建筑。前边的线亭是卷棚顶，后边的中殿则是歇山顶。如果走到近前，你会发现它的雀替是对称的2条龙，而荷叶墩做出来则是麒麟的形状。前殿的旁边有一棵非常古老的唐柏，据当地人说，它拥有1200年的历史，正好对应唐朝时期。另外，南希告诉我说，这棵树上边有12个酷似生肖造型的树瘤子。12生肖在道教里就是6丁6甲之神。我们在黑神话悟空的66村见过了4位，期待未来的8位早日出现。现在我们登上台阶，走进正殿前的清代卷棚顶建筑里，它的名字叫做献亭。站在献亭内部，能发现它的进山是4船。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？献字本身的原意就是奉上祭品的意思，这边也是摆祭品的地方。因为四面没有墙，所以非常通风，那么放在这边的祭品就不容易腐败变质了。下面我们来到后面的中殿，也就是刚才的那间歇山顶大房子。目前这边开放拍照，只是禁止闪光灯，而且大铁门居然也打开了。大门的上方则写着孝通神明4个字。绕到侧面能发现墙上镶着好多碑，近处是一块明嘉靖碑，远处是一块明成化碑。后墙上有著名的元好问诗碑，内容是他在游览二仙庙后写下的一首7言绝句，以及援引了《论语》的后文。再往前有块碑像是草书，它这种字体不太好辨认，还是最后那块1998年的功德碑更好认。中殿的前脸和献亭贴得太近了，所以得去后边看斗拱。
资料说它是明代建筑，但这斗拱不像明代的，反而很像金代的莲花斗拱。现在我们走进中殿内部，这边的神龛都是精美的清代木作，中间木龛之内就是二仙造像，也就是冲慧、冲叔二位真人。其外侧的垂花柱以及神龛明间的金柱上面都做了盘龙造型。如果看侧面，你还会发现木龛用到了捆门的造型。东西两侧的侧龛比中间的木龛等级低了点，仅内侧金柱有盘龙。我们在外龛的边缘还能看到小小的花牙子，外观像是微缩版的雀替。头顶的平齐区域则有花卉造型的彩画，至于梁架就看不着了，因为室内不是撤上明造，只能看到一点点小边了。走出中殿后，我们来到西梳妆楼，这是一座金代2层楼阁式建筑，它的每个眼角都有一个琉璃武士。我们还可以切近了看看它，它的墙上镶着一块重修碑，其字迹已经非常模糊，难以辨认，费了牛劲才认出来这是清康熙年间的碑。两座梳妆楼的结构是大差不差的，它们都是2层楼阁式建筑，屋顶都是重檐歇山顶，2层的中间都有平座结构，转角铺座的位置也有近似的斗口跳结构。与它相对的东梳妆楼也是一座金代建筑，墙上也有清康熙年间的重修碑，它可比西边那块清晰多了。东梳妆楼下边的门和西梳妆楼一样都是锁着的，但上边的门是开着的，这轻功不好的也进不去呀。这边的窗户是直棂窗，和西梳妆楼的方格窗是不一样的。东梳妆楼旁边的东配殿是眼光殿，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硬山顶小房子，里边供奉的是眼光娘娘，这是一位专门给民众治眼睛的女神。与之相邻的东舵殿则是老君殿，这也是一座面阔3间的硬山顶小房子，而且它的正面没有墙壁，里边的神灵一目了然。与它们相对的是西舵殿和西配殿，我们来分别看。西舵殿的说明牌坏了，但是魁星踢斗这个神很好辨认，魁星旁边的那位想必就是文昌帝君，这座建筑想必就是文昌阁了。西配殿叫做疙瘩殿，我查了查资料，发现古人把腮腺炎叫做疙瘩，这里供奉的疙瘩奶奶就负责保佑人们不受这种传染病的侵袭。最后我们来到后殿，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歇山顶大房子，建筑本身是一座金代建筑，但它下边的台基则是明代修缮改造出来的，至于前边的隔扇门则是上世纪80年代修缮时加上去的。这座建筑的进深多少有点唬人，廊下这一节进深2传，主承重部件是2头插柱子的乳符，上边配套的小梁是闸签，而内部的进深则是4传，承重的大件则是4传符，而且4传符是压在乳符上边的，这是一种加固的方式。把以上这些算到一起，它就是面阔3间，进深6传了。我们来看前沿的铺座，基本上都是前出2跳，且都是秦面昂的形状。那么这些是真昂还是假昂呢？绕后看，发现下边这根是伪装成昂的华拱，但上面那根斜着杵上去了，这就是妥妥的真昂。转角铺座看似复杂，实际上就是多了几个方向，但仍然是前出2跳。绕到后边看，靠下的3根还是华拱，靠上的3根还是真昂。现在我们走进后殿内部，正中间是贴了金的2仙塑像，周遭小一些的塑像则是2仙的侍女，2仙及侍女前边的柱子则做成了盘龙柱的造型，画风看起来很省成本。殿内2侧供奉的则是12生肖，也就是6丁6甲，申猴能帮我们升级9葫芦，戌狗可以帮我们炼丹，辰龙可以帮我们种植药材，寅虎可以给我们升级兵器铠甲，都没少帮忙。再看游客给12生肖的贡品，发现6丁6甲专门吃素。看完这一切，我们回到后殿的廊下来看这边的石碑，有3块是清碑，1块是民国碑，这些碑固不足道，但那块金大定年间的碑刻可就不一样了。这块碑我们现在看得很新啊，你看这石刻是非常完整的，但其实它已经将近1000年了啊，它是金大定5年的碑。那这块碑它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它其实就讲了整个二仙庙的传说，就在整个晋东南地区二仙庙非常多的，但是如果你想研究二仙庙的整个故事，都得在这块碑上来找依据。我们根据碑文得知，2仙为晋东南当地的岳氏姐妹，因饱受继母虐待，仰天豪诉，最终天降黄龙，带2人成仙升天。
到了北宋年间，宋徽宗正式加封他们为充会真人、充书真人，并附会出他们为宋军支援粮食、帮助宋军抵抗外敌的故事。这可以让善男信女们少关心阶级矛盾，多思考对外矛盾。当金国占领晋东南之后，却大力扶持二仙信仰，还增建了庙宇，并把过往的一切都刻在了这块石碑上。可见完整的二仙传说并不仅仅是孝道那么简单，它的背后有着好几方的博弈。如果岳氏姐妹能自己选择的话，她们或许更愿意安度今生，而不是在继母的虐待下失踪。至于那些成仙的说法，那都是信众们自己说的，谁见他们真享福了呢？大宋本想把二仙信仰扶持成对抗金国的舆论武器，最后却丢了半壁江山，连二仙信仰的根据地都被金国占领了。而金国为了争取人心，却不得不把大宋的信仰，包括神灵对宋军的支援，都一五一十地写在碑上，甚至还要为这座庙添砖加瓦。人也好，国也罢，谁都没能随心所欲，有没有天命都得认命。天命人啊，你听，那风里传来的都是求而不得的声音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